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杰森视角。我在上期节目中提出了一个核心观点，那就是在当今人类的各种制度都在老化，因此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民主还是独裁，无论是保守还是激进，各国都在试图以突围的方式谋求新生。人类在寻求未来的出路，这是当今这个时代的主旋律。这个主旋律在过去一周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从美国国会到加拿大政坛，从巴西财政预算，再到欧洲的英国、德国等国面临的政治选举等等，这一切都在给我们清晰地展现出一个世界大趋势，那就是世界在寻求变化，而这个变化的大方向是从左向右转。而推动这个世界大趋势的代表人物是一个奇妙组合，那就是川普和马斯克。按理来说，2025年才是这个奇妙组合真正发挥效力的时候，但是他们在过去1个多月，特别是在过去1周所展现出来的非常规运作方式，给我们小小剧透了2025年的剧情。看历史就要深入关键细节，因为只有了解了历史事件中关键人物的具体抉择过程，一个人对未来的认知水平才能提高。因此，要理解川普和马斯克是如何互动的，理解他们和美国现有体系之间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如何展现出来的，理解他们是如何把他们的影响力延展到整个世界的，我们就必须走入一些细节。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会从美国谈起，然后会延展到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我希望通过这样的多视角来展现，在当今这个高度耦合的世界是如何在这个大趋势的冲击下发生变化的。12月21日凌晨，美国政府再次惊险躲过了一次关门的命运。就在前一天的上午，几乎没人相信美国国会能通过任何临时政府预算法案，因此大多数人默认美国政府将于12月21日关闭。神奇的是，国会众议院通过一系列闭门讨论后，在12月20日下午居然推出了一个第3版政府临时拨款法案。这版法案在当天晚上以366票对34票被众议院批准。随后，民主党主导的参议院在午夜过后，也就是12月21日凌晨，以85票对11票也通过了这个法案。最后，拜登总统签署了这项法案，也就是美国政府可以不必关闭了。这个临时政府预算法案是为了保证美国政府有足够的资金运作到明年3月份。对现任拜登政府和国会议员来说，这原本是他们一个例行公事的法案，可是却因为马斯克在周三凌晨4点在 X 上发的一个推文，而变成了美国政坛近期巨大的政治博弈。美国财政预算法案的产生和通过的过程，是最能展现美国现有政治体系的病态的典型案例。通常，美国政府的每个预算都是由美国2党在参议院和众议院的4个掌门人坐在一起，根据去年的常规支出条款，再根据今年的一些特殊情况，商量出一个大概的数字。然后在各自党派内部讨论的过程中，不同议员会加入一些给自己选区谋福利的小钱。另外，还有人会加入一些和预算无关，但是想通过搭预算法案顺风车通过的法律条文。美国这个大国的预算原本就科目繁杂，再加上每年都要再加带上各种各样的私货，因此美国财政预算法案的厚度会不断增加，动辄都是上千页。国会和美国政府中每个人都只关心那个别几个和自己利益相关的条文，基本没人真的会去逐条阅读和分析这上千页的法案。而法案这上千页的厚度，也是在预算中藏私纳垢的最好途径。虽然美国的预算法案必须要向公众公开，但是因为法案在起草过程中内容经常被一改再改，真正完稿公开的时候，通常就只剩下几天，国会就必须要表决了，不然政府就会面临没钱而被关闭的后果。面对这个上千页的法案，普通美国人虽然能看到，但是因为他们通常不熟悉这个法案的历史，因此很难一下从法案中找到那些无法放在台面上的新私货条款。再加上这些私货条款虽然绝对数目动辄都是上亿，
但相对于美国庞大的预算来说，占的比例是微乎其微。因此，一般人也就放弃了为了比例很小的支出项目，针对那些细节条款纠结而造成美国政府被关闭这样的责任。美国人都知道这个预算审议过程是不正常的，但是多数人又不得不接受这不正常的预算审议过程。时间长了，很多美国长期政客甚至认为这个过程都是理所当然的了。这次临时政府预算法案最开始也是这么一个状态，明知美国政府如果在12月21日前拿不到新预算就得关门，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在12月17日晚上才把最终完稿的长达1547页的法案草案公布出来。自从川普当选后，约翰逊一直和川普保持亲密接触。就在12月14日，约翰逊还和川普、马斯克一起观看了美国陆军西点军校对战海军军官学校的每年一度的橄榄球大赛。当时大家在私人包厢中相谈甚欢，一副亲密无间的场景。法案公布了一天，现任总统拜登没有表态，当选总统川普也没有表态。但首先对这个法案发难的是马斯克。他在12月18日周三凌晨4点15分发了一个推文，简单一句话：这项法案不应该通过。表面看是马斯克的这个帖子彻底打乱了一切，但是背后的细节显示，马斯克的这个推文只是共和党内部激烈博弈一整天后无法妥协而爆发的结果。据《华尔街日报》引用内部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说，国会中少数共和党成员对约翰逊和民主党达成这个预算方案非常不满。今年是美国受飓风影响最严重的一年，而多数受灾的州是共和党为主体的州。因此，身为共和党的约翰逊想在这个预算中加入救助飓风受灾地区的条款，但是为了这个目的，有共和党议员认为约翰逊对民主党做出了太多的让步，允许他们加入大量不能容忍的私货，包括应对疫情的条款，包括保护1月6日调查委员会的条款等。这些共和党议员知道自己不占多数，无法阻止这个法案的通过，于是他们私下联系了川普新设立的政府效率部的负责人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告诉他们这样的预算法案会让你们的效率部未来很难办呀。拉马斯瓦米这个人极其聪明，高中就是全校第一的学霸。据说他真的花了一天的时间，把这上千页的国会预算法案给大致看了一遍，发现其中裹挟的一些条款，包括决定给议员自己加薪40%并享受优惠的医疗保险等，非常无耻。随后，在一个包括多人的短信群中，约翰逊从周二晚上到周三不断向拉马斯瓦米和马斯克解释他为什么不得不允许这些法案中的这些条款。但是显然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对他的解释并不买账，于是我们就看到了马斯克在周三凌晨发的那个推文。那个推文显示，马斯克已经放弃了和约翰逊私了的想法了，而开始使用他在 X 平台上超过2亿追随者的影响力，对约翰逊的预算法案宣战了。在马斯克凌晨4点发出的第一个帖子后，他随后不停地发了100多条关于这个法案的帖子，指出这个法案的种种问题，让很多美国民众有机会看到这上千页法案中夹带的私货。于是很多人愤怒了，他们纷纷致电代表他们地区的国会议员的办公室，表达对这个法案的不满。这时很多备受压力的共和党议员都在急切等待一个关键的消息，那就是到底川普对这个法案的态度是什么。他们想知道马斯克在 X 上的言论到底是马斯克自己的想法，还是反映了川普的立场。至今也没有人透露，在马斯克通过 X 平台公开反对这个法案前，他和川普就此事有多少沟通和协调。网上很多人一直感觉川普和马斯克都是那种个性张扬、坚持己见的人，他们迟早可能会闹翻。不过川普的助手们却明确表示，至少现在川普和马斯克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每天都会通话，而且马斯克一直是川普海湖庄园的常客。而且川普的顾问私下也抱怨过，约翰逊事先没有充分告知他们这个法案的全部关键内容。终于在马斯克对法案发起社交媒体攻击12小时后，在周三下午4点，
共和党议员得到了他们想知道的川普对此事的态度。当选副总统万斯透过他在 X 上的账号发布了一份川普和他的共同声明，表示他们也反对这个预算法案。而且川普在声明中更进一步提出了一个表面看非常过分的要求，就是要这届国会在拜登任内就要把美国的债务上限一直升到2027年都不用再考虑债务上限的地步。川普声明发出后，他就和马斯克一起在海湖庄园和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共进晚餐去了，而国会这边就立刻乱作了一团。共和党议员这时已经非常清楚了，这个议案他们是必须得改了。另一方面，民主党议员都气得不行了，他们和共和党内部商量这么久，终于达成的预算法案，马斯克一个推文就给搅黄了。更让他们生气的是，川普趁火打劫，居然还加入了这样的无厘头的霸王条款。整个周三下午和周四上午，众多高阶共和党议员进进出出约翰逊的办公室，直到周四下午，资深共和党议员科尔从约翰逊办公室出来告诉记者，共和党内部已经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于是一份长度只有116页的第二版法案出台了。这个法案去除了马斯克和拉瓦斯马米指责的一切条款，还加入了川普要求的暂停美国借贷上限2年的条款。川普在第一时间发文支持这个新议案。面对这第二版法案，民主党众议员都要气死了。在周四随后的众议员对法案的投票表决辩论中，民主党大声嘲笑喧哗，使得主持讨论的共和党众议员莫利纳罗不得不用力敲打法锤，以压制他们发出的噪音。周四的投票结果不出意料，第二版法案被否决了，民主党几乎全部反对，而共和党中34个反对任何提高美国债务的预算极端保守派成员也加入了民主党阵营，投了反对票。这时已经是11月19日晚上8点了，离美国政府关门的时间只有30个小时了。在那一刻，几乎没人认为美国政府这次可以躲过关门的命运了。但是出了一口恶气的民主党议员现在也必须面对政府不得不关门的后果了。虽然他们不断指责马斯克干预国会审议法案，不断在媒体上讲共和党删除的条款体现出他们多么没有人性等等，他们也清楚美国人不是傻瓜，知道第一版那1547页议案中的很多条款是经不住民众审视的。终于在几乎所有人都在准备政府关门的情况下，第三版预算议案在两党的协商下，在周五下午出台了。第三版和第二版最大的区别就是删除了川普提出的那条要求暂停美国借贷上限2年的霸王条款。第三版的总长度也只有118页。接下来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议案在随后的几个小时内顺利通过美国参众两院，美国政府终于躲过了关门的命运。这个国会曲折故事虽然表面有惊无险，但它却预演了2025年的美国政治生态，也回应了我们上期节目对马斯克的效率部未来能否成功的分析。首先，马斯克的一条推文加上川普的一个声明，就能够让美国这个关键的预算法案从1547页减少到118页，让法案中众多藏污纳垢的条款无处藏身，改变了美国国会预算常年运作的病态模式，让美国政坛的众多老油条意识到他们过去的常规操作未来将不可接受。这绝对是川普加马斯克组合的一个巨大胜利。当然，这个事件也清晰展现出川普政府未来依然会面临困难重重，因为共和党内部存在非常严重的认识上的根本分歧。首先，34个共和党众议员公开对抗川普，让第二版法案流产。而马斯克虽然可以用他的影响力，用一篇推文摧毁一个议案，但是他却无法用他的影响力保证某个议案的通过。也就是马斯克和川普的影响力在摧毁一个议案方面远比促成一个议案更有效。而要实现效率部的目标，促成一些关键的议案，特别是促成让某些利益集团割肉的议案更为重要。马斯克应该也意识到这一点，
当众议院开始对第3版法案进行投票，以保证政府能正常运作时，马斯克再次发推，明确表示了他愿意妥协的态度。他说，在这种情况下，约翰逊议长已经做得很好了，而且法案已经从几磅重变成了几盎司重了。回看国会通过新预算的这个最终结果，有人甚至分析说，这是川普再次成功展现他商人谈判艺术的结果。他提出的那个要求暂停美国借贷上限2年的条款，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他对这个谈判的设计，让拜登政府给他背提升债务上限的责任，哪个民主党议员看到都会气得要死。那么这个条款自然会成为民主党对第2版议案气氛的聚焦点。因此在讨论第3版议案时，共和党只要放弃议案中的这个条款，民主党就会感觉卡在喉咙里最难受的那个鱼刺被拿掉了，那么对第3版其他内容不自觉的都会感觉到舒服很多。设想如果没有这个霸王条款，民主党肯定会要求共和党在其他更实质的领域让步。约翰逊在议案通过后面对记者说，他全程都在和川普通气，而且此前他和马斯克也进行了长谈。显然他是在表示川普和马斯克都默认了第3版议案。在川普入主白宫前，川普和马斯克就能有这么巨大的影响力，这对他们在2025年的影响力绝对是一个预热和加分的事件。影响力这个东西非常微妙，表面看它虚无缥缈，但它一旦在人心中发生作用，它却又可能引发惊人的结果。川普加马斯克组合的影响力目前正真切地在改变多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形态，在真切地改变着世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权力基础在12月20日周五变得更加岌岌可危了，而造成特鲁多目前面临的多米诺骨牌式的一系列权力危机，根本导火索就是川普。周五，一直支持特鲁多的少数派政府的一个加拿大政党新民主党正式宣布将撤回他们对特鲁多政府的支持。新民主党这个声明的大背景是，特鲁多自己的自由党内部近期已经纷纷对他倒戈，呼吁他辞职。而特鲁多在党内失去人心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就是他的财政部长和副总理弗里兰在12月16日宣布辞去那个职务。而弗里兰在辞职时表示，他离开特鲁多内阁是因为他不同意特鲁多的各种支出预案。他认为特鲁多没有保持足够的财政储备，以应对川普上台后可能发动的对加拿大的关税战。加拿大新民主党对特鲁多的倒戈一击将彻底改变加拿大的政治权力布局，因为现有的反对党包括保守党和魁人党，如果再加上新民主党，他们共同拥有足够的票数，足以在明年1月加拿大国会复会后通过对特鲁多的不信任动议。新民党还表示，他们会尽快寻求罢免特鲁多的途径。过去1年半的民意调查显示，特鲁多的自由党始终落后于保守党20多个百分点。同时，马斯克最近公开表示支持加拿大保守党领袖波利瓦尔。在11月川普当选后，加拿大金融科技公司创始人朗宁在 X 上发推，要求马斯克在加拿大明年10月的联邦大选中帮助加拿大摆脱特鲁多。对此，马斯克的回答是，特鲁多将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下台。面对这一系列的政治压力，未来10多天对特鲁多来说注定非常煎熬。一位加拿大高级官员表示，特鲁多可能在这个假期决定自己的政治未来。川普和马斯克的影响力近期更波及到欧洲。12月20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马斯克动摇了美国政坛，英国会是他的下一个目标吗？文章说，马斯克帮助川普入主白宫，有迹象显示他现在正把他的目光投向下一个政治目标——英国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在过去这些年，马斯克对英国社会的觉醒主义以及英国政府干预言论自由的行为持续在 X 平台上批评。他对英国新当选的左派首相斯塔默也持批评态度。但是让目前英国建制派开始真的担心马斯克会直接介入英国政治的，还是马斯克最近的一个行动。
英国改革党被媒体称为是英国新兴的民粹主义政党，他的领袖法拉奇是川普在英国最忠实的支持者之一。法拉奇周二通过 X 平台分享了他和马斯克在川普的海湖庄园会面的一张合影，并配文英国需要改革，而马斯克则快速回应说绝对需要。随后法拉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和马斯克讨论了对他的改革党政治捐款的事情。法拉奇说，马斯克并不反对这个想法。虽然对此马斯克没有做出任何肯定或否定的回复，但是这种可能性就已经让英国建制派睡不好觉了。英国的政治捐款数量和美国不可同日而语，几百万美元在美国什么都不是，但在英国政坛那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在今年英国选举中获胜的左派工党获得的最大一笔捐款，也就是约310万美元。如果英国改革党真的能拿到马斯克数百万美元的政治捐款，那可能彻底改变英国的选举格局。目前英国法律允许在英国的企业提供政治捐款，而马斯克的 X 平台、特斯拉等公司在英国都有分部，因此英国有人提议希望英国能修改相关法律，防止马斯克这样的外国人对英国选举进行大额政治捐款。另外，在过去一周，马斯克还在 X 平台上支持了被媒体称为德国极右翼的政党德国选择党。这个政党在即将于2月23日举行的德国选举中，目前在民调中排名第二。马斯克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让德国的建制派政客同样非常恼火和无奈。川普近期当选也对南美最大的国家巴西的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逼迫目前左派掌权的巴西政府做出了对他们来说不可思议的抉择，那就是削减政府开支。自从巴西左派在2022年的选举获胜后，由卢拉为总统的巴西左派政府就开始在巴西的养老金、社会福利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造成巴西政府赤字快速上升。今年10月竟然达到了巴西 GDP 的10%。高赤字开启了巴西货币雷亚尔进入贬值的轨道。最近几个月，巴西政府使出浑身解数，试图遏制巴西雷亚尔的贬值，包括把巴西基准利率提高到惊人的12%以上，但都没有效果。川普当选后，巴西立刻面临可能与未来川普政府打贸易战的前景，这对巴西雷亚尔的价值更是雪上加霜。而且巴西前些日子还和川普的红人马斯克因为 X 平台上言论自由的问题打过一个法律战。因此在川普当选后的这些日子，雷亚尔就一路狂贬到过去30年对美元的最低水平，贬值速度之快，让他南面的穷邻居阿根廷都感到巴西的东西太便宜了。在阿根廷现任总统米莱1年前上任前，阿根廷的货币比索贬值速度是世界领先，4年对美元就贬值了90%。但在米莱过去1年的财政政策下，阿根廷比索和巴西雷亚尔的贬值速度在1年中就发生了逆转。现在巴西海滩上一半游客都是图巴西物价便宜的阿根廷游客。虽然巴西雷亚尔贬值刺激了巴西旅游业，但是如此下去，巴西政府面临的就是财政和通胀双双进入失控的状态。因此巴西目前不得不做出削减政府开支的决定，也就是仅仅因为川普这个概念，巴西的左派政府就不得不做出对他们来说不可思议的财政抉择。最后我们再来谈谈中国。中共政府目前是世界上少数似乎不想做出任何实质改变的政府，但是中国的经济真的允许中共政府按照目前的方式坚持下去吗？屏幕上现在显示的是中国10年国债回报率在过去12个月的变化情况，这被有些经济学家称为是展现中国经济未来最关键的一张图。和它相比，中国 GDP 之类的官方数据都是噪音。这张图显示了10年国债回报率在过去12个月从 2.65 一路下跌到现在的 1.75 以下。川普11月当选后更是直线下跌。我在以前的节目中给大家介绍过债券回报率和债券价格之间的关系。债券回报率下跌
表示债券价格在上涨。债券价格为什么会上涨呢？买家多了，价钱就会涨。债券也一样，债券价格不断上涨的原因就是中国越来越多的投资人要买长期国债。这个曲线表示，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投资机构愿意把自己的钱借出去10年，每年就拿1.75%的回报。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些投资机构认为未来投资中国的回报在考虑风险因素后就值这么多。这是对中国经济未来最真诚的评估。有趣的是，大家发现目前大量买入这些长期国债的主力资金居然都是国有银行、保险公司和基金这些国家机构，也就是真诚唱衰中国未来长期经济发展的是这些国字头的金融机构。为啥？也许他们更清楚内幕。从图上大家还可以看到，今年7月国债收益率曾经出现过快速下跌的情况。我记得当时中共就很紧张，立刻发动媒体打舆论战，表示为保护国债收益率不持续下跌，央行会祭出利剑，还对金融机构喊话，要他们别看衰中国经济。后来国债收益率短暂回调后，在8月下旬再次下跌。于是从9月初开始，从中共央行到各大部委连续开新闻发布会，释放出一系列刺激经济的消息，再次把收益率拉回到 2.15%。但是在川普11月当选后，在过去1个月中，中共国债收益率出现直线暴跌到目前 1.75%。这次中共从政策到媒体却都一声不吭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次说什么都没用了。川普注定要升级对中共的贸易战。中国的经济目前唯一增长点就是出口，出口要是被川普的贸易战给打垮了，中国经济未来不是负增长都要偷着乐了。那这对中国老百姓又意味着什么呢？目前美国10年国债的收益率超过 4%， 是人民币国债回报近3倍。在如此大回报差下，目前唯一支撑人民币汇率的就是中国还有大量的出口顺差。如果未来中国出口也垮下去了，到那时中国经济和人民币汇率大概率会同时崩溃。中国人的财富已经在当今房地产贬值中损失巨大了。如果未来中国经济和人民币汇率再同时崩溃，大家可以各自思考那个场景对自己财富会有什么影响。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希望大家能够订阅和推荐杰森视角这个频道。